台国产 SUV 开进美国顶级富人区会发生什么？以前我们总觉得进口车自带高级滤镜，欧美豪车是天花板，国产车只能拼性价比，跑低端市场。但最近发生的这一幕，狠狠给国人长了一次脸。看完我只想说，中国汽车真的站起来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最近网红博主姚老板干了一件超解气的事，直接把一台全新原厂零改装、最新牧野青配色的问界 M9 从国内原样海运到美国加州比弗利山庄。重点来了，这台车完全没有适配美国版本，纯国产原厂状态，连系统都没做本土化改动，就这么原汁原味停在了美国顶级富人街头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直接炸了！围观的根本不是普通路人，全是穿西装、戴名表、身价不菲的老钱富豪。这群人什么顶级豪车没见过？宾利、劳斯莱斯、兰博基尼、法拉利，日常通勤随便开，眼界高到离谱。但偏偏围着这台中国问界 M9 走不动道了。有人蹲下来仔细研究底盘做工，有人挨个体验零重力座椅，有人对着中控大屏激光雷达反复拍照，还有人当场掏出手机查配置参数，全程沉浸式研究，眼神里全是震惊。最炸裂的来了，一位白人老先生在看了整整5分钟后，直接开口报价30万美金，要当场提车。要知道这台顶配问界 M9 国内落地也就60多万人民币，折合美金不到9万，也就是说它的出价直接翻了3倍。大家可能对这个价格没什么概念，这么说吧，保时捷卡宴美国起售价才8.5万美金，奔驰 GLS宝马 X7 顶配落地也就9万美金上下，也就是说，这台中国 M9 硬生生被老外炒到了兰博基尼 Urus、宾利天越的超豪华价位。但姚老板直接霸气拒绝，直言车子还没挂牌，后续还要开回国做测评，多少钱都不卖。说实话，这波拒绝真的太提气了。以前都是我们加价买进口豪车，现在轮到美国顶级富豪加价抢中国车，还抢不到。很多人疑惑，这帮美国老钱傻吗？放着现在的 BBA 超跑不买，花4倍溢价抢一台他们从没见过的中国车。说实话，他们一点不傻，反而精得要命。首先，硬件配置直接降为吊打同级豪车。这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 5.0 智驾系统，6激光雷达矩阵，40个高精度智驾传感器，一体化环宇双联屏，全系空气悬挂，6座零重力座椅。这套配置如果放在 BBA 身上，妥妥100万人民币起步，而问界 M9 国内50万就能拉满，技术断层领先。其次，这群富豪买的根本不是代步车，是顶级社交货币。目前问界完全没进入美国市场，无展厅、无售后、零流通，全网独一份。在比弗利山庄开宾利是常规操作，开超跑比比皆是，但开一台独一无二、自带中国黑科技 buff 的问界 M9，直接碾压全场，发 TikTok、Ins 自带1000万流量，身份逼格直接拉满，这是普通豪车给不了的牌面。比如美国100万粉丝的顶级车评人，就专门找渠道搞到了一辆顶配问界 M9， 视频轻松斩获1000万播放，海外网友清一色争相刷屏。你是不是好奇这车到底怎么合法运到美国的？其实全程是博主个人平行进口操作，成本极高，流程巨麻烦。因为美国早就针对性封锁中国新能源车企，比亚迪、蔚来、小鹏、吉利全部被限制准入，根本不允许正规入驻。现在华人想要开国产电车，只能先运到墨西哥，挂墨西哥牌照，定期回当地报备，才能辗转开到美国使用。海运成本、政策成本、时间成本高得吓人。不过即便门槛这么离谱，依旧有越来越多的华人、美国富豪高价入手国产电车。讲到这里，大家终于能看懂美国为什么拼尽全力死磕华为到底，根本不是所谓的国家安全、5G 威胁，真实原因太现实。以前欧美车企靠100年技术垄断、品牌溢价，躺着收割全球市场，轻轻松松赚暴利。而华为入局汽车行业短短4年，直接打破行业固有格局，不靠组装，不靠代工，手握支架、座舱、底盘全套核心技术，直接在欧美超豪华大本营完成降维打击。以前中国车企出海只能在东南亚、欧洲打性价比，卷低价市场，而问界 M9 直接跳出内卷，靠硬核技术拿到超高溢价，彻底改写中国车出海叙事。
如果说问界 M9 是堆料拉满、科技顶配、豪华天花板的顶级旗舰，那美国 Slate Auto 推出的 Slate Truck 就是极致极简、能省则省、简陋到离谱的工业毛坯车。小编带大家来看看美国这辆毛坯车。首先是价格，它是美国目前最便宜的电动皮卡，起售价仅$24,950，折合人民币大概17万左右。你以为这个价格很香？看完配置你直接傻眼，便宜是有原因的，能省的全部省干净了。这台车的基础版没有车漆，没有中控屏，没有音响，没有导航，没有电动车窗，全车自带原厂哑光灰塑料毛坯外观，不做任何喷漆处理，全身覆盖件全是简易复合材料，主打一个原汁原味毛坯风。车窗是复古手摇式，开车开窗全靠手动发力，瞬间梦回几十年前的老面包车。内饰更离谱，连最基础的中控车机都直接砍掉，仪表台只留一个手机支架和 USB 接口，你的手机就是这台车唯一的车机系统。空调是最原始的机械旋钮，没有任何智能交互，没有语音控制，没有氛围灯，甚至连车门都可以选装不要，主打一个极致减法，能拆的全拆，能省的全省。很多人调侃，这哪里是2026年的新能源电动车，这分明是半成品工程车，造车界的极简乞丐版。但你别笑，这台车可不是小作坊产物，背后还有贝索斯资本加持，上市直接爆单18万台，硬生生在美国低价电动车市场杀出重围。它的核心逻辑特别简单，不跟中国车企卷科技，不卷智能，不卷豪华，只卷极致低价。整车尺寸超紧凑，车长仅4.43米，比丰田卡罗拉还短。双座布局，主打城市代步、工地工具用车，动力续航也是够用就好。63千瓦时电池版本续航330公里，最大功率181马力，日常代步拉货完全够用，绝不堆砌多余配置。而且它的设计特别鸡贼，全程模块化可拆卸结构，车身、门板、轮拱、后厢侧板全部靠螺栓固定，普通车主自己拿工具就能拆装更换，维修成本极低，坏了不用整体换件，随便修修就能继续开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会疑惑，好好的新能源车为什么非要做成毛坯风？其实这就是美国车企的无奈之举。现在全球电动车市场基本被中国车企拿捏，高端市场有问界、极客、蔚来主打科技豪华、超高溢价，中低端市场有比亚迪、吉利、奇瑞横扫性价比，全球25万人民币以内平价电车市场，中国车型足足200多款，卷到极致。反观美国本土，同价位车型寥寥无几，传统美式电车要么价格昂贵，要么配置拉垮，根本打不过国产电车。正面硬刚，科技、智能、豪华，完全不是中国车企对手。被逼到绝境后，美国新势力直接换赛道，彻底摆烂，放弃所有科技内卷，主打极致廉价式实用。一边是问界 M9 激光雷达、智驾底盘、零重力座椅、鸿蒙座舱拉满，50万级别敢对标100万豪车，出海收割海外超高溢价。一边是美国本土新势力，为了活下去，砍掉所有智能配置，车漆、车窗倒退式造车，主打毛坯低价保命市场，这反差真的太讽刺了。更有意思的是 ，Slate Auto 直接对标特斯拉，自称反特斯拉造车理念。特斯拉主打智能科技、持续迭代、豪华体验，而它主打极简、耐用、低成本，完全舍弃科技溢价，只保留交通工具最基础的属性。说白了，正面打不过中国高端科技电车，就连特斯拉都打不过，只能靠毛坯低价车守住低端基本盘。看完两台车的反差，你是不是就看懂了行业真相？现在的汽车市场早就不是单纯拼价格、拼代步功能的时代了。美国车企现在的窘境就是只会堆硬件做基础代步，没有核心智能技术，没有座舱生态，没有智驾壁垒，只能靠阉割配置、压缩成本购货。而华为、问界的强势崛起，恰恰证明了核心技术的重要性。别人被迫倒退造车，砍配置降价格，我们持续迭代科技，做高端溢价，抢全球豪华市场。别人死守低端毛坯，市场内卷，我们早已站在全球汽车技术的顶端，重新定义豪华标准。从美国富豪4倍溢价疯抢问界 M9， 到美国车企被逼造出毛坯电动车，这波攻守互换真的太解气。曾经我们仰望欧美造车100年，如今我们靠核心技术领跑全球，对手只能靠降级内卷保命。不得不说，中国汽车的时代是真的彻底来了。
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